Hello，大家好。这一期的话，我们来看阿克尚绝活哥的一个出装符文搭配。这个的话是赛季一开始录制的哈，就已经过去好几天了。然后我这几天的话也在休息调整一下，所以你基本上看到，可能这一两天都会看到是那种钻石大师局，但都是那种。赛季出刚好就是没几天的那个录制的，像阿克尚的话，这个版本就没有太多的调整，还是主要以这个围绕着收集者核心打装备，然后线上速刷，然后去支援去这里的话，一局把对面男刀给搞死了，玩得很凶啊！就前期阿克尚的输出爆发能力，就是阿克尚是不缺那个爆发输出的，而且他还可以持续爆发那种。像第一件收集者做出来以后，而且像可以现在这种提前发育的一个状态，第二件做个火炮，那这样的话基本上就可以收割比赛了。这里的话被逮住了。这里的话，对面男刀又出现在视野外，你可以看到阿克尚 E 技能，其实你想玩好阿克尚的话，其实就是要把 E 技能给练好。这里的话，大招直接把对方的蓝给抢了，对面躲也不是，不躲也不是。这样的话，还把河道蟹给吃下。这局的话，就对面的男刀就是没有任何发育空间了。现在这样子看。像阿克尚前期你想爆发高的话，E 技能一定要玩得好。这里的话一套下来估计是跑不了了。仗了引燃，但拖了很久了。对面男刀确实没什么伤害，不然的话早就收掉人头已经撤了，没有寡妇什么事。像阿克尚的 E 技能，有时候不能摊那个 E 技能的那个，就是转到一半该落下来的时候就应该落下来，不然的话有很大率会那种比如说摊一点伤害啊，或者说勾满的状态下想打更多啊，或者说直接把他E 技能靠被动把它杀掉啊，这种情况下就很容易出问题。你看这里面漏点的话。但对面是加里奥，所以没办法，总是会吃到。你跟他贴近的话，肯定会吃到他的这嘲讽。这里的话，大招补伤害，自己把那个大招给打断了。这里牛头，被牛头WQ2连牛头双杀。
这个牛头应该是想玩纯法流的，你看他那个鞋子。像最近的话，我看到就是赛季初的时候，我看前几天嘛，我看到有人说那个暗黑收割带那个就是加里奥带暗黑收割还是蛮强的，但我不知道哦。我稍微看了一下，看起来还不错，后期很强，弥补了一个加里奥后期有点乏力的那种感觉。你看这里面一个好的落点就能骗对方的控制，反应慢一点的话，对面这里利用大招直接来推塔，大招不一定就是说要拿来K 头啊或者什么支援队友啊什么的，甚至拿来这种推塔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如果对面不想给你吃塔皮，那你就打他伤害，然后你就打个爆发去越塔就行了。这就是阳谋，你知道吧？这样子他上来直接挂过来，但跑是跑不掉了，被男刀连上了，还是有点难跑的，而且状态没那么好。这样的话，他有可能是拿先锋，拿先锋的话，男刀是没有大招的，猴子可以过来找机会。对面交了惩戒，好像血扇回满了，那就没机会了。牛头又来了，这样的话有闪现可以跑，还好一技能拉开给大招，对方男刀杀心很重哦，但利用这个一技能已经拉得很远了，这牛头还是有点猛的，吃个果子恢复一下状态保持这个对线的一个优势。可惜这里面没有闪现了还是烫死了。可以看到这里面男刀的他的节奏还是蛮好的，算是勉强抓起来了。虽然说就是他不可，就是这局的话，他想 C 的话就不太可能那种能特别 C， 但打的话就普通正常玩肯定是没问题的。这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个英雄的强度就还是蛮高的。对面的支援还是蛮快的，队友这边也赶过来。这里的话还好，这个霞有大招，不然的话人头又要可能被直接塔下强杀了。
阿克尚的话，它的判定就是，如果说它不是完全封闭那个墙，就是可以有个幅度的话，就是可以一样是可以那个，就是用 E 技能荡过去的，转过去。但如果说它是完全的一面墙，然后刚好在中间位置，那你就没办法说直接转圈圈。这里的话，对面加里奥也是很谨慎，推完兵线不过河道。这里的话，他选择做金身啊，不做那个水银。为什么呢？因为铁男的话并不是很那个，铁男那个男刀并不是很伤很高，还是有几率能拉开的。这里的话找到机会，大招起手，打残了一个。有闪现有净化，所以可以尝试着操作一下。Q 技能3个人在里面，闪现拉开，拉到草里。这刀妹一直找机会。那这里的话就换了对方啊小龙的一个资源。问题倒不大，这局的话前期太顺风了，所以玩的还是比较浪的。这里面就可以看到绝猴哥是这样子的，他们如果要打逆风局的时候，他们就会比较认真。那如果说还是顺风局，他就会有一些就放松着来打，就像你开车一样，你开熟了以后，你对开车就是说你很熟练的一件事情或者某个英雄，你就会先用放松的姿势去玩它，因为你已经有了肌肉记忆，玩它就不会很紧张。这里的话找机会先把刀妹给收掉，把上路兵线推一下，这样的话对面吊人减员的情况下，可以直接来打大龙，大招直接消耗一下。我去，这里的话，难道又把龙抢了？打野来了句说难道能抢掉？直接吃坨大的。每天就知道骗吃骗喝的打野是吧？像阿克尚的 W 就是只要你靠近墙边的话，就不会被那个看到。这里一技能拉开，对面刀妹也很谨慎。这里的话找到个残血，偷掉这个牛头。一技能一直追击，这里闪现过来把对面男刀给秒了。你可以看到这里面有一个点，就是在阿克尚团战的时候，它能造成就是你能在一个好的输出位置的时候，你造成的伤害是特别高的，而且爆发伤害也不差，就是那种持续爆发。这里男刀，但是大招的话，拉开 E 技能去拉扯一下，因为阿克尚的话不像女警，女警的话是必须得那个原地站立，
那阿克尚是可以用E技能去拉开做一个位移的。在玩阿克尚的话，小技巧还是蛮多的。而且还有个点就是要对地图理解，就是你玩这个游戏有一个点就是你对这个英雄的游戏理解，然后对线上的一些理解，然后还有一个点就是地图理解，这个是每个英雄对地图理解又有不同的那种理解方式。这样的话有龙魂了，好像是3条龙。有龙魂的话，后期就很好打，而且还是火龙魂。这样的话必须得围绕大龙，要加快游戏速度了，因为第一条小龙被抢了，然后第一条大龙被抢了。这里的话，对面直接开过来，不怕，有一个很好的输出位置，对面根本就没有切后排的机会。我去，这男刀很帅啊！一个 Q 接一个 R，1600多血吧，直接人头没。还好这局的话，队友也挺肥的，就不需要说一个单人去兜底。这里团战打起来的话，大招一定是要给到对方的那个脆皮，去骚扰对方射手，因为这大招一套下来的话是完全可以秒的。你看到辅助的话，就必须得去扛这个伤害。好，这期的话就到这里啦，欢迎大家的收看，拜拜。